没想到还有这种神操作，用钓鱼竿竟然还能激活 TNT， 然后又把激活的 TNT 拉过来，爆炸之后黑石掉落，这样就终于获得了按钮。这个人被损友困在了一个 TNT 监狱当中，但是从内部看，这个监狱完全是由基岩组成的。雪上加霜的是，他的血量只剩下1点血，因此不能受到任何1点伤害，否则他就会逃生失败。即使在这种绝境之下，他的周围甚至还布满了岩浆，身上没有任何可用的物品，通道的上面还有 TNT 不断的落下。他需要在 TNT 落到面前之前尽快离开这里。再次检查身上没有任何物品，但是用 F5 切换到第3视角，却发现正上方的基岩上竟然有好几个放着物品的展示框。他把这些物品全都打下来，得到了1个木棍2个铁锭，但是这显然做不出什么有用的东西。TNT 的爆炸点越来越近了，他反复的查看着周围，终于发现身后有一片岩浆的流向，很奇怪，于是右键试了一下，竟然是一个熔炉，里面藏了一块铁，就这样他身上总共就有11个铁锭了。再次查看可合成的物品，终于想到了办法，6个铁锭加上1个木棍，可以合成很多的铁轨，还剩下5个铁锭，正好可以合成一个矿车。把铁轨放下，再放上矿车，这样坐上矿车就走出了第一步，然后再把铁轨和矿车收回，放到上面的基岩上。此时爆炸的 TNT 已经近在眼前了，他赶紧收回矿车和铁轨，千钧一发之际，终于打掉了上方将要落下的 TNT。但是他现在仍然被困在这条岩浆通道里，他要如何前进，去寻找到逃生的通道呢？他把3个展示框和工作台全部挖了下来，以备后用，然后再次观察，发现后面的基岩有个出口，在权衡再三之后，于是向后面跳了过去，然后拿出铁轨，就这样一步步走了出去。之后又继续往前，发现前面通道的最底部是水，水的上方被放置了玻璃，玻璃上面还有2个僵尸，他要如何安全下去呢？没过多久，他就想到了办法。他把铁轨放下，又做了一个 TNT 矿车，然后把矿车推下去，这样就扫清了前进的障碍。跳到底部继续往前，发现有一个狗洞，狗洞旁边有一个活板门，这显然是要用活板门把自己卡到趴着的状态，但是身上并没有按钮，要如何激活活板门呢？再来检查旁边的房间，有一个黑石，黑石再往前是一个 TNT， 黑石可以徒手撸掉，但是并不能掉落东西。于是他再检查了其他地方，发现了一个箱子里的物资，有6个竹子2个蜘蛛网，竹子可以做出木棍，然后再用木棍做什么呢？还是没有想到可行的办法，他又再次检查了房间的各个角落，再次确认已经没有任何物品了，于是他把竹子只能合成了木棍，然后拿着蜘蛛网来到了之前落下的地方，蜘蛛网放下的瞬间就被水流冲成了线，再用木棍和线合成出了钓鱼竿。有了钓鱼竿又有什么用呢？难不成要在水里钓出个按钮？没想到还有这种神操作，用钓鱼竿竟然还能激活 TNT， 然后又把激活的 TNT 拉过来，爆炸之后黑石掉落，这样就终于获得了按钮，就这样卡成了趴着的状态。把工作台和按钮带走，匍匐前进，爬到了下一个地方。在这个房间里有2个村民，一个村民可以交换出猪的生辰蛋，另一个村民可以交换味道士的生辰蛋。再往前是一个充满苦力怕的房间，看来想要通过这里必须要消除这些苦力怕了。在旁边他又发现了一个铁针和一个箱子，箱子里面有快要坏掉的钓鱼竿，供2个经验瓶以及2支箭。他先把钓鱼竿恢复成了新的，然后交换出味道士生辰蛋，又把经验瓶用掉使自己升级。之后把味道士在铁针里命名为强尼，然后把强尼生成。其实这里可以让强尼落在角落的水上，这样甚至强尼都不会受到任何伤害，就能铲除这些苦力怕。如果你真这样想，那就大错特错了，因为这之后还要过河拆桥。要知道强尼可是6亲不认的。这样他就可以安全的继续前进了。但是在走之前，他想要带走箱子，并不能拿到，打死村民也没有掉落任何东西，只能够继续前进了。在这里唯一的垫脚石就只剩下工作台了。
往前又来到了下一个房间，这里的房顶有一个地方正在漏着雨。这里应该是逃生通道的前进方向，但是有2格高，根本跳不上去。看来他至少要获得一个方块才行。在另一面墙的洞里，发现了一个盾牌，一个3叉戟、苦力怕和僵尸的刷怪弹，还有附魔书。这边隔壁的房间里发现了一本书，上面写着左右2个房间的箱子只能2选1，拿走其中一个箱子里面的东西，另外一个就会被破坏。这2个箱子，一个是河豚刷怪弹，一个是恶魂刷怪弹，该选哪个呢？之后他又发现给3叉戟附魔需要消耗8级的经验，很明显必须要选择一个能够掉落很多经验的怪物，然后给3叉戟附魔。可以看到附魔书有个属性叫做引雷，这样3叉戟就可以把苦力怕变成高压苦力怕，高压苦力怕炸掉僵尸可以掉落僵尸头颅，僵尸头颅就可以当做垫脚石。难道真的是这样吗？他先拿上了恶魂刷怪弹，新的问题又来了，要怎么消灭这个恶魂呢？在狭窄的地方可以击死它，但是掉落物包括经验却无法拿到，因此不可行。于是他找到了一个较为开阔的地方，就这样解决掉了恶魂，自己也升级到了10级，把3叉戟成功附魔。然后下一步就是引雷时刻。引雷必须要在雨水落到的这个方块，于是他先用铁轨圈出2个地方，再把苦力怕和僵尸放下，这样他们就无法随意走动。然后用3叉戟瞄准苦力怕，最后就是引爆。这样成功获得了僵尸头颅，然后就继续进入了下一个通道。这个通道是一个长长的楼梯，在楼梯的尽头放着一本书，书上说用 TNT 垫高逃走。原来下面的地面布满了 TNT， 红色箭头所指的方向应该就是出口了。但是真的有这么简单吗？他在旁边的一个洞里又发现了一些物资，包括望远镜、血块和铲子。用望远镜观察，其实下面还有一个潜身传感器，传感器连接红石线路的尽头是一个发射器，只要周围有声音，潜身传感器就会发射红石信号，激活发射器。发射器里难道是有什么物品或者怪物吗？他跳了下去，竟然生成了一个寻声守卫，把血块用铲子分解成了雪球。难道是要用雪球分散怪物的注意力吗？之后尽管已经非常小心了，但是当最后一个雪球用完的时候，他发现他已经犯了无法挽回的错误，以至于寻声守卫仍然发现了他。你知道他犯了什么错误吗？如果是你，你会如何通过这最后一关呢？